说白了就是男性在性关系当中是彻头彻尾的弱者，只要你不服，随时可以用这个大招来干你。至于这其中的逻辑，我在二审延期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因为性同意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唯心主义，因为意志这种东西几乎是无法被观测、无法被定义、无法被评价的，就用一个玄而又玄的东西去作为犯罪的判罚依据，本身就是很难评的。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大同订婚强奸案的案情时，我们并不是在讨论这个男性的行为是否违法犯罪，而是想讨论一下这个法条它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合理的。我之前说过，主动上门不能代表同意，穿蕾丝内衣不能代表同意，大半夜砸你家门钻你被窝不代表同意，主动脱衣服也不代表同意，上位都不代表同意，刚才同意不代表现在同意，事前同意不代表事中同意，同意还可以撤销。 Only yes means yes， 一旦有微微的声音发出不要，你就必须下床立正，不然就可以告你强奸。关键就是意志这个东西，它是不可被观测的。订婚给了彩礼，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某种性许可？在所谓的熟人社会里面，强奸的界定是不是应该模糊一点？今天呢，我们聊一个非常沉重，但是呢又极其重要的话题。源头呢，就是发生在2023年大同的一起订婚强奸案。案情本身已经足够让人揪心了，一对刚刚订婚的情侣，男方被控强奸未婚妻，最终被判3年。而这个案子真正引爆舆论，甚至让王志安专门做节目来分析是因为他碰触到了太多的敏感点，比如说订婚彩礼地方习俗婚内强奸等等等等，都是敏感点，也是一些法律困境。我自己的观点，我实际上是支持中国现在的司法实践的标准的如果这个两口子这正常的婚姻关系，如果是吵了架了，女的去控告这男的强奸，而且还的确有插入，甚至有射精，就把这男的抓起来，这婚姻关系就乱套了。当然有人说了，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标准就婚姻存续期间你也不能强迫但是我就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包括文化土壤，还没到尊重女性婚内性同意权的程度。否则不信你看，你如果这么判的话，整个婚姻关系就乱套到一塌糊涂的程度。你权利的保护，你要考虑到相关权利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婚姻关系的稳定和谐本身也是这个民法中间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一个妻子随便控告男性就可以被强奸的话，你可以想象婚姻状况会变成什么状态。那王志安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案子的证据存疑，判重了，然后他认为法律需要更现实一点，要考虑到非常复杂的背后的一些社会因素。但是当我们在谈论强奸这个重罪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关注于案情本身的吗？说实话，看了王局的这个视频之后我个人不是完全认同他的一些观点。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基本情况和王志安的主要观点根据法院的判决，2023年5月席某与未婚妻订婚的次日，在婚房违背女方的意愿强行发生了性关系，然后事后女方情绪非常激动，点燃了这个窗帘并且报警法院采纳的定罪的证据主要包括双方的陈述、录音证据、女方身体上的这个伤痕、现场床单上的这个精斑跟混合的 DNA， 以及显示控制与反抗的这个电梯监控的录像等等等等王局之案呢，对此案提出了几点核心的质疑。第一个是证据链太薄弱了，他认为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发生了阴道插入式的性行为，这是中国法律认定成年人强奸既遂的关键。比如说，他认为床单上的 DNA 只能证明有过边缘性接触，不等于插入。伤痕呢，有可能是事后争执造成的，然后录音里的这个强暴有可能是口语的表达，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定义。第二个呢，他认为是有力证据实际上是缺失的。他引用被告母亲的说法，强调女方内裤跟阴道内面没有检测出男方的 DNA， 处女膜也没有破裂。他认为这一些都指向是未插入。然后在程序方面呢，他批评男方被长期羁押以及警方早期介入调停的做法。不得不说呢，作为知名的调查记者，王志安对于物理证据的强调，尤其是这个阴道类 DNA 的缺失的确是抓住了强奸罪构成要件的一些关键点。不过说实话，我看到大家对于案情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基于网络上一些零散片面的一些信息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案子到底应该是被定性为强奸或者强奸未遂，其实从网民的观点来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王志安对于这个长期羁押的质疑和对警方在刑事案件介入调解的批评，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不过呢，我今天要重点炮轰的是王局论证当中最具争议性，我个人也觉得是最危险的一部分，就是试图将这个案件情境化，引入了太多与性同意本身无关的因素。好了，那我们把证据跟程序的问题先暂时放一边。为什么我认为王志安分析当中最危险的这个部分是他试图把这个案件放进一个所谓的特殊情境去解读呢？王局呢反复强调了几个背景因素，我们看看是有哪一些哈。第一个呢是订婚关系跟彩礼啊，他说你看大家都订婚了，男方给了18万块啊，虽然强迫是不对的，但是他暗示这一层关系这笔钱有可能会让男方觉得说我有了某种性权利，所以呢这个强奸的标准是不是应该相应的跟陌生人这种强奸的案情的性质不太一样。他甚至把这种高额的彩礼叫做买卖婚姻。他说啊，你看法律既然容忍这个，那我们处理性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更现实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当地习俗啊，王局提到说有些地方订婚以后可能大家就默认男女同居了嘛，暗示这一层关系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王局特别指出两家人在事后曾经想通过领证加房产证加名的这种方式来私了，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我谈成了，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案子，不会有这么多争议了。所以王局似乎是在质疑这个报案的动机。第四个呢，就是拿这个案子跟婚内强奸的情况来做类比。王局他拿这个中国婚内强奸定罪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么一个现状来举例说，那既然是在这个正常的婚姻关系里面法律的保护都这么有限，那订婚这种相当于是准婚姻的这种关系这个量刑的刑法是不是太重了呢？听完这些，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觉得王局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试图用社会关系、金钱、所谓的习俗来稀释了、模糊了，甚至挑战了性同意这个现代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为什么我会认为王局这种想法会比较危险呢？我们一条一条来看本案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是因为席某和吴某订了婚，而且席某他们家呢给吴某他们家付了10万块钱的这个彩礼。那么付了彩礼订了婚，按照中国民间的一般认知这就算是基本上都定了，就差那个最后在国家上领证了。在很多地方的习俗是这2个人订婚之后就开始同居了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案件如果当时双方在5月5号这个小两口到了那个民政局领了证，把那个房产证过户到这个女方名下，这个案子还成立吗？恐怕是不成立了吧。第一点订婚彩礼绝对不是性许可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不论是什么关系，不管是陌生人、朋友、恋人、未婚夫妻，甚至哪怕是合法夫妻，性行为永远都只是需要双方明确的实时的同意。把这个订婚跟彩礼看作是能够降低性同意门槛的因素，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说的难听一点，这是赤裸裸的把钱把关系看的是比人最基本的这个身体权利还要更重要。那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下一步呢，给了彩礼是不是在某种情况底下法律会允许他可以合法的强迫对方的呢？我觉得这种情况想一想都觉得太可怕。第二个呢，就是习俗是不能够对抗法律的。当然了，我同样承认彩礼就是一个陋习，本身就是应该废除。但是废除彩礼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是，中国现在的法律它无能为力，中国的法院也无能为力。对于一个民间习俗来讲，你要改变的话，你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说你立一个法你就能解决的。你中国现在你立一个法，你宣布废除所有的彩礼，你看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你只能导致一个普遍违法，大家都不管了。那么我想说的是，既然在彩礼问题你采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你尊重民间习俗，那么对于订婚这个问题上，你为什么采用如此绝对的标准呢？当然了，我也并不赞成这席某某强迫这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我对这种行为我也予以谴责。但是我想说的是，是不是需要动用刑法来解决这种冲突，解决这种分歧？是不是动用实刑来解决这种分歧，解决这种冲突？那如果说某个地方的习俗，我们知道女性不能够上桌吃饭，
这种习俗很明显是没有什么合理性，也不能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这种平等的这种观念。那这种东西落后的东西，法律会支持吗？很明显不会。同样的，如果有所谓的习俗默许或者暗示订婚以后可以无视女性的意愿，那这样的陋习其实也应该是法律要去改变跟否定的对象。法律呢是用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是来引领社会进步，不是给落后的观念跟习俗来背书的。所以拿当地习俗来为潜在的强迫行为辩解，我觉得是不恰当的一种做法。第三个呢，最小干预用错了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是不是订了婚之后两个人发生性关系，这中间有冲突，就直接定义为跟其他的强奸行为同样的定罪标准？我个人认为啊，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严格的区别对待。对于订婚的，对于付了彩礼的，发生性行为的，不宜直接采用强奸罪的行为对双方进行处理。这既是对现实的风俗的一种必要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司法对家庭事务最小干预原则的体现。我觉得王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为什么好像对于一些司法上，在一些司法实践上，对于家庭事务的干预秉持着一个最小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处理某些家长里短的一些民事纠纷。但是呢，强奸它不是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是暴力侵犯他人的身体。面对刑事犯罪，其实司法机关的责任是非常明确的，必须要介入，必须要依法追究，保护受害者。所以用最小干预的原则来主张对于强奸案来手下留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在混淆视听第四个就是事后协商跟报案的动机，我觉得与犯罪本身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王局他暗示说，如果私了成功了，这个案子就不成立了，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强奸行为发生的那一刻起，那犯罪的事实就已经成立了。事后至于双方怎么样协商，受害者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选择报警，我觉得这些都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那些行为的本质。难道就因为这个受害者在报警以前犹豫过，尝试跟对方沟通，尝试私了，就代表他当初是半推半就吗？我觉得这种对于受害者动机的揣测本身有一点是二次伤害，而且偏离了法律的焦点。第五点就是拿婚内强奸来做类比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逻辑滑坡，而且这个方向是错了。因为婚内强奸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定罪难，其实恰恰是反映了这个法律想要保护这种类型情况底下的受害者，实际上是有困难的，而且是有待加强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着力去推动，想要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不能够反过来说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要定罪比较难这个用这个实践当中的困难去论证这个合法婚姻关系甚至是订婚关系里面的强奸也应该被宽容。那现在审判长就是这个观点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需要讨论，至少不是那么绝对。你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就没尊重吗？那么在订婚期间你就一刀切就完全不尊重了？那我想说的是，你既然如此，彩礼这个事儿怎么定什么叫彩礼为什么结婚双方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而且给那么高额的彩礼这席家要给吴家18.8万的彩礼彩礼是什么？彩礼本质上来讲，高额彩礼不就是买卖婚姻吗？这个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等于上说，你看这里保护的不够，所以那边也不用保护的太好了。这个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张法律的倒退。我觉得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无论婚内婚外订婚与否性的自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应该得到同等的无差别的保护。第六点就是不要把这个彩礼跟强奸混为一谈。那么买卖婚姻中国的法律就不承认呢？那么为什么你坚持法治原则的时候，你没有同时处罚买卖婚姻呢？如果你坚持这个案件过程中间同样都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去执行的话，你这个处罚习某某强奸罪的同时，你应该把吴某他们一家索要金钱进行买卖婚姻的行为也予以处罚为什么你不处罚呢？事实上，中国的法律对民间的买卖婚姻，也就是彩礼的这个行为是给予尊重的。
甚至还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讲什么时候可以退，什么时候不能退。那我想说，彩礼买的是什么？买卖婚姻中间的彩礼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个承诺吗？不仅仅是吧，他买卖的不就是女性的性资源吗？买卖的不就是子宫吗？那么你已经承认了买卖这个关系，你尊重，在买卖关系你尊重的前提条件下，你又说这个女性的性同意权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个难以服众。你要尊重你就一起尊重，你要不尊重你就一起不尊重嘛。王局呢把彩礼称为买卖婚姻，然后说法律既然能够容忍这个买卖婚姻，就不应该相关的这个性冲突的标准定得太高。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不能够认可的，因为第一，以这个王局举的这个例子来说，法律规定了这个彩礼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要返还，它并不是表明这个承认彩礼是一种这个买卖婚姻或者买卖人口，而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财产纠纷的。所以像王局这样把复杂的现存的这种彩礼的现象简单粗暴的定义为买卖婚姻，我觉得本身是值得商榷的。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彩礼它是同样它是属于一个民事纠纷的范畴，而强奸它是一个刑事犯罪，一个是讲钱的事，一个是讲人身伤害的事，不能够因为说我们处理财产的问题的时候考虑了一些现实的因素，就在处理人身伤害、处理犯罪的时候降低底线，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各位我觉得我的观点是非常清楚的，法律尤其是刑事的诉讼法在处理强奸案的时候，它的这个核心的焦点必须牢牢锁定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性行为本身是否违背了被害人的意愿，第二个是否使用了这个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手段，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发现这个处女膜破裂，比如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情感上的纠纷他们是什么样，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女方是不是双方订婚3个月以后不愿意让男方碰，他是不是处于一种不是太情愿跟对方相处的这种关系状态，这种感情的状态，有没有给钱当地有什么样的风俗，所有这些我觉得都不应该成为干扰核心事实认定的因素。一旦我们允许这些因素进来稀释性同意的纯粹性，那我们保护的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基本权利，而是变成了要顾及到所谓的关系面子财产社会风俗等等等等。然而，即便承认象征性反抗的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能理解性行为严格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角度，人类很多行为都是含糊不清的，有的时候甚至无法用理性来说明理性不过是冰面上的那些东西，冰面下90%的东西似乎都是非理性的。但是我们在法律中，我们依然会认为这些行为是人类在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你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要把你祖传的房子给卖的时候你说我其实不愿意的，但是你签字了签字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当然是同意。难道我们还需要在法律上要从心理学上去分析吗？法律具有规范性，这也是法律区分为心理学等非规范性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如果我们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有理性的生物，那么就必然要承认他们能够理性的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对于那些有过象征性反抗的女性如果他们的真实愿望是同意和男方发生性关系，那么他们事后也很少会去控告男方犯罪。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像王局建议的那样过度考虑所谓的这些关系稳定习俗影响对婚内订婚关系当中的强迫性行为网开一面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结果可想而知，就是说这样的话对于婚姻和亲密关系反倒成了某一些人实施这种性犯罪的安全区，会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女性，在本应该感到最安全的地方他失去安全感，然后就会对婚姻本身这件事情失去了这种安全感，会变得非常恐惧婚姻。这个难道是我们想要通过法律保护实现的东西吗？所以其实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面对性侵指控，司法必须聚焦于案情本身，明确的排除掉所有的无关的干扰，坚守性同意的这个绝对底线，确保每一个人不论是处于任何的关系何种境地，其基本的身体权利跟尊严都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保护。
那么有没有一种司法实践是能够非常好的把焦点牢牢锁定在性同意本身，排除掉那些乱七八糟的干扰因素呢？在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规则，叫做强奸盾牌法。这个盾牌是干什么用的呢？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啊，原则上禁止在法庭上引入任何关于性侵受害者，比如说他的过去的性行为，或者他在性行为上的一些名誉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他是不是生活作风不太好啊，是不是一个跟男人很随便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信息就会与这一次性行为他是否同意跟对方发生性行为，他是否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历史上，关于这个强奸案的辩护律师，他们为这个加害者辩护的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去攻击受害者的私生活，把它说成是一个荡妇，暗示这个受害者这一次的性行为肯定也是自愿的，或者这位受害者的话根本不可信。那这种做法呢，就不仅是对于受害者的二次羞辱，也会让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有所顾忌，不敢报警。所以呢，这个强奸盾牌法其实就是要斩断这种基于偏见跟歧视的辩护策略，它强制要求法庭呢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期的，就是刚刚发生的那个具体的性行为的指控上面。本次性行为发生的时候，被告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受害者当时的真实意愿是什么？是否存在被强迫的这种状况？当然呢，这个盾牌也不是绝对的，有极其狭窄的一个例外。但是总的原则就是，除非对于案件的核心事实认定有直接的必要的关系，否则受害者的信史跟名誉不准拿上法庭去讨论。那虽然王菊呢在他的分析当中没有直接攻击受害者的一些性名誉，但是他引入的这些订婚啊、彩礼啊、习俗啊、事后协商啊这些因素，某种程度上实际上起到了比较类似的作用，就是暗示这个案子本身不太纯粹，暗示受害者的这个意愿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定，或者有可能是可以打折扣的，或者有可能是这个性同意是事后才撤销的。而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实际上缺乏像美国这样的系统性的法典化的这种强奸盾牌法，所以虽然法律原则上反对侮辱诽谤，也强调保护隐私，但是在具体的这个庭审实践当中，辩方依然可以尝试打一些擦边球，用各种与性同意无关的背景信息来干扰或者是影响法官或者是舆论方面的判断。这就是我认为这个中美司法实践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就是美国通过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则，这个强奸盾牌法来强制性的排除了对于性同意原则的干扰，而中国的司法实践虽然个案法官可能会做出排除干扰的判决，比如就是本案二审的法官明确表示处女膜是否破裂不能够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从这个制度的层面，这种保护还是没有那么的系统跟刚性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核心，就是王菊对于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分析，特别是他主张法律应该迁就现实跟习俗的观点，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他模糊了强奸案的核心，就是性同意的绝对性。那相比较而言，我觉得美国这个强奸盾牌法所体现的这个原则就是将司法判断严格限定在与指控的性行为直接相关的事实上，排除了基于这个身份关系、过往性行为或者是金钱或者是社会习俗的偏见跟干扰，我认为是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也能够更有效保护个体权利的做法。然后呢，这种司法实践上的差异，那背后可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的差异。比如说东方社会更侧重于集体关系和谐，而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意志但是呢，我在这里并不想说是哪一种文化一定就会更优越，只是我们需要警惕，在所谓的集体关系或者习俗被用来轻视个体基本权利的时候，法律是不是应该更加保护个体的这个利益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法律的底线应该是要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保护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你这样做到了以后，其实也能够从整体上保护整个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这个是艾森个人的意见，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自己的真知灼见，一起分享您的观察跟您自己的身边的故事。如果您觉得艾森的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